欢迎来到重庆，一座永不停歇的城市，一座依山而建、云雾缠绕、夜幕降临后霓虹闪烁的城市。街道层层叠叠，每个角落都弥漫着麻辣火锅的香气。然而，在灯红酒绿和喧嚣的背后，还有悠久的历史、隐秘的小巷、迷人的江畔风光，以及等待你去发现的日常生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今天去哪里》。今天我们要去重庆。重庆是中国西南部一个规模庞大的山区城市，这座城市也被称为8D 城市，这是对 3D 的夸张描述，因为它拥有迷宫般的街道和道路堆叠在建筑物顶部的视觉效果。我们乘坐的是重庆航空的航班，大家一起观看娱乐节目。机上的食物还不错。从新加坡飞往重庆大约需要5个小时。著名的当地黄色法拉利在机场迎接了我们，这是当地对出租车的称呼。在城市交通中，他们的速度比真正的法拉利还要快，提供刺激而高效的驾驶体验。这是机场指定的滴滴出行接客点。从自动扶梯走下来到这个接客点，我们降落时已是傍晚时分。前往酒店的行程大约耗时1个小时。我们到达酒店时，天色已经很黑了。酒店的装修风格非常现代，酒店也可以看到长江。房间里有智能控制系统。当你进入房间时，窗帘会自动拉开，展现出窗外的景色。从窗户可以看到东水门长江大桥。窗边就有一个浴缸。房间非常宽敞明亮。这里设有独立的干湿区域，沐浴水压也很强。他们还提供吹风机。这里还有酒店浴袍和拖鞋。床也很舒服。我们预定的是无吸烟房，但看起来之前的房客在里面抽过烟。白天的景色也很棒，可以看到河景和外面的行人。这里有个小型健身房。白天大堂看起来更漂亮，可以一边欣赏美景，一边享用饮品。重庆经常出现雾霾，这是由于高湿度、山地地形和工业排放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这是酒店大门白天的景色。
我们抵达酒店安顿下来时，已经过了晚上9点了，就去了附近的地方吃晚餐。我们的酒店靠近夏浩里老街，所以我们决定在那里吃饭。我们非常饿，所以点了多几道菜。这家店卖重庆本地美食，我们点了一些当地名菜。龙门号老街和夏浩里老街都位于同一区域。我们选择这家酒店，是因为它靠近这2条著名的老街，它们是重庆开城初期的重要街区。龙门号老街保留了西式建筑风格，夏浩里老街保留了传统3层建筑风格，散发着老重庆的生活气息。第2天，我们才游览了这2个地方。现在时间很晚了，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。建筑物上装有 LED 灯，从远处看，就像一场灯光秀。重庆以楼梯众多而闻名，但你也可以轻松找到电梯，来节省体力爬楼梯。夜晚的桥景真美。我们在夏浩里老街散步，欣赏夜景。夜晚如此宁静，这里甚至还有一座人造瀑布。今天我们爬了大约10层楼。这家驴肉火锅店就在我们酒店旁边，可惜这次我没机会尝试。我们一大早就去了夏浩里老街。我们去的第一家店是咖啡店。这家咖啡店就在瀑布旁边，可以欣赏瀑布的水声以及整个区域的高视角。这是一家小咖啡馆，我们很喜欢这里的温馨氛围。我们点了拿铁和德蒂咖啡。这是一杯非常好喝的德蒂咖啡。喝完咖啡后，我们继续游览夏浩里老街。这个区域非常大，我建议从1号出口开始，因为大多数是下楼梯，而不是上楼梯。这个地方是这座城市历史和文化的活生生的一部分，已经为现代时代精心复兴。夏浩里老街至今仍保留着狭窄的青石板巷、传统的木砖房屋以及中西建筑风格的融合，反映了重庆在清末民初时期作为通商口
暗沉寺的历史。翻修过程中，在保留百年老街区原有格局、建筑高度、材料和街景的基础上，尽可能地还原了原貌。夏浩里老街融合了历史与当代文化生活，隐秘的咖啡馆、茶馆、艺术画廊、独立书店、创意工作室、街头艺术和每月一次的市集，为这条街注入了新的活力。那就是我们刚才去的咖啡店。不知不觉爬到了这么高的地方。这里会定期举办画展。我们刚刚参观了一个灯画展。这里还有一些流浪猫。白天这里宁静而怀旧，夜晚温暖的灯光和附近的河景营造出温馨的电影氛围。夏浩里老街可以步行游览，从头到尾走一圈。不要急着去参观，这里真正的魅力在于从主街插出的小巷，或通往隐秘角落的楼梯。走了这么久，我们才探索了这个地方的一半。就连井盖都有艺术感。这里也是一个必去的拍照地点，人们才知道你来过这里。甚至还有一小队人排队拍照。接下来，我们搭乘当地地铁过长江。爬了这么多楼梯之后，我们非常饿了。这家餐厅出售蟹黄饭，它位于街道的地下室。这个品牌似乎在中国各地都有店铺，店铺面积虽小，但对我们来说还可以接受。这里的吃法是倒入大部分蟹黄，留下一口蟹黄，将蟹黄与面条搅拌均匀。最后，你可以留一小份面条和蟹黄一起吃。我们还点了小笼包，因为我们想吃多一点蟹黄。午餐后，我们步行前往附近的地下购物中心。散步有助于消化食物，购物也是我们最喜欢的消遣方式之一。奶茶在中国是一种常见的饮品，这是中国比较受欢迎的品牌之一。这家店也出售其他茶叶产品。
喝完后，我们搭乘当地地铁前往下一站。重庆18梯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区，经过改造后，融合了明清时期的传统建筑和文化。城市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被一座陡峭的山丘隔开，上下山十分困难。修建这18段阶梯，正是为了减轻这种交通负担。如今，这里汇聚了当地美食、文化体验和拍照打卡点。这条热门的城市漫步路线，保留了老重庆的魅力，而卵石铺就的街道，浓郁的当地生活气息，同时又融合了现代化的照明和零售设施，使其成为过去与现在交融的活力之地。这些真菌富含胶原蛋白，如果累了，可以去美食广场和餐厅吃饭休息。街道两旁挂满了传统的中国灯笼，还有那些纸伞，更增添了怀旧的气氛。这里很适合拍街头摄影，晚上点灯也应该很美。你也可以穿上传统服饰拍照。这里附近还有其他旅游景点，商店太多了，根本逛不过来。购物可能需要一整天的时间。2楼还有一座鬼屋可以玩。18梯历史街区的建筑面积约为16.1万平方米，它分为5个区域，整条街很热闹，可以一直逛下去。小巷里也有商店，可以继续逛下去。我们偶然发现了这家独特的商店，它卖的是肉类产品。这是兔子肉，有兔子肉和牛肉样品可以品尝。这些是肉桂和橘皮等传统香料。我们终于登上了18梯的顶端，这里风景优美，值得一游。历史建筑也保存完好。走了那么长的路，我们又累又渴了，就直接来到了喝奶茶的时间了。这家奶茶店客人很多，需要等一会儿。
我们步行前往下一站。解放碑步行街是重庆最具标志性的地标之一，也是中国西部第一条商业步行街。这是一个繁华的标志性商业中心，以历史悠久的人民解放纪念碑为中心。这里汇集了众多购物中心、数不胜数的餐馆和酒店。附近的街道上还有琳琅满目的街头小吃。这里不缺美食，还有美食广场、餐厅和著名的81美食街。出于好奇，我们去看了看美食广场。有烤生蚝，但我肚子太饱了，吃不下。这是附近另一个美食广场。这里有很多美食摊位，而且有很多正宗的重庆辣味料理可以品尝。我们决定改天再来这里试试。美食广场很热闹，终于听到钵钵鸡的歌了。这就是著名的81美食街，从水果小吃到烧烤，从面条到各种甜点，应有尽有。这里还有更多娱乐场所，从电影院到卡拉 OK。这里的娱乐真是太多了。我们要去一家火锅店，但导航却把我们引向了远路。最后，我们还穿过了一片居民区。不过没关系，因为我们可以亲眼看看当地人居住的住宅区。即使在居民区内，也有一些火锅店。重庆火锅真是名不虚传，满街都是。在巷子里吃火锅，会是一次地道的体验。火锅店位于这家购物中心内。我们特别想吃潮汕牛肉火锅，然后在网上看到了这家火锅店，可以乘坐滴滴来这里，不需要乘坐公共巴士。这次我们点了清汤，就能品尝到牛肉的原汁原味了。我们点了4种不同部位的牛肉，牛肉新鲜美味。购物中心内禁止吸烟，但隔壁桌在抽烟。
如果旁边没有人抽烟，那用餐体验会更好。晚餐后，我们沿着河边散步。雾霾很严重，鼻子开始有点不舒服了。购物中心外和河滨地区都有活动。这是河滨的活动。现在似乎还太早，人群还没聚集。这里有售卖食品和时尚商品的摊位。晚上会更热闹。我们走了一整天，都累坏了，所以没待太久。这个市集相当大，如果有时间，可以晚上去逛逛市集。现场免费，去过长沙的朋友都知道，长沙不吃长沙粥。长江索道是重庆市连接渝中区与南岸区的一条标志性空中交通工具，全长1166米。它也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条空中走廊和城市空中客车。到了晚上，桥上亮起了灯。我们回到了夏浩里老街欣赏夜景。想看看商店还开着的时候，景色是什么样子。这个地方给人一种非常怀旧的感觉。这里夜晚格外美丽，层叠错落的建筑群，将古老的砖瓦房与柔和的灯笼灯光巧妙融合，营造出引人入胜的视觉效果。这是我们前往成都前在这里的最后一晚。还有另一个著名的景点，我们必须去。它位于河滨。洪崖洞是一座标志性的传统吊脚楼建筑群，共有11层，高75米，坐落在嘉陵江畔。我们就在洪崖洞对面，这里是拍摄洪崖洞的著名地点。可以乘坐6号线地铁，在大剧院站下车。河边挤满了人，全都是摄影师和游客在拍照。这里人来人往，非常热闹。即使天色已黑，依然可以看到人群的轮廓。有很多摄影师可以帮你拍摄以洪崖洞为背景的照片。沿途会遇到不少拉客的人。如果你通过这些拉客的人拍照，价格会高得多，因为他们要从中赚取佣金。到达河滨后，你就能看到实际价格，而这些价格要低得多。拉客的人有自己的摄影师，但他们可能不在最佳拍摄位置。我建议先去河滨看看，
找个拍照的好地方和角度，然后就可以决定选择哪位摄影师，并比较他们的价格了。我们选择了这个拍摄地点，照片就能捕捉到夜幕降临后灯光璀璨的千丝门大桥和远处的洪崖洞。河滨周围是一片宽阔的区域，有很多拍照角度可供选择。你的照片会与其他人的照片有所不同。这里也是一个热门景点，背景中只有洪崖洞，也可以选择在水中拍照，以洪崖洞倒影在水中为背景。所以别怕弄湿鞋子。如果你的手足够稳，可以自己拍照，这样就可以省下一些钱。我们看到很多游客都在独自拍照，通常有2种摄影配套，第一种是没有修图的，第二种是有修图的，可能是10张或15张的照片配套。拍摄结束后，摄影师会将照片传输到你的手机上。这里还有一些道具，比如可以拿在手上的灯笼、合作的椅子。摄影师还会指导摆姿势。我们从公园步行前往洪崖洞。由于许多人在公园拍照后会走过去，所以人行道上相当拥挤。也有人从洪崖洞那边走过来。从桥上看到的洪崖洞景色美极了。洪崖洞是一座依山而建的11层高脚屋，外观与《千与千寻》中的澡堂建筑相似。1楼和11楼可以通过2条不同的道路到达。冬季时，灯通常在6点至6点半亮起；夏季时，灯通常在7点半至8点亮起。根据季节不同，灯光会一直亮到10点半或11点。街道上通常挤满了人，他们都想拍摄整座大楼的照片，尤其是在傍晚灯光亮起的时候，这里更是人山人海。走了那么久，我们觉得很渴了，所以就决定试一下这个手打柠檬茶。我们走回了解放碑步行街附近看到的一个美食广场。我们非常饿，这些食物看起来真诱人。重庆小面是当地特色菜之一。该回酒店了，这是我们旅程中最累的一天。即将到达上新街，请准备下车。走了很多路，也爬了很多楼梯。今天走了超过32万步，和爬了47层楼梯。今天就到这里了。